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你是否也对银行的低利率、手续繁琐感到无力？现在的通胀率大约是 2.7%， 但银行给你的利息连 1% 都不到。意思很简单，你的钱呢，每年都在慢慢的缩水。而另外一面，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正在快速的崛起，它叫做 DeFi，Decentralized Finance， 去中心化金融。到了2025年中 ，DeFi 的总锁仓金额已经突破了15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 80%。这不是未来的可能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其实 DeFi 并不新鲜，但真正让它从边缘走向主流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加密立法陆续落地。就在我准备这些节目的时候，韩国刚刚通过了新法案，允许银行参与证券的代币化。而在美国呢，天才法案和清晰法案推动了监管框架的明确化。DeFi 正是从灰色地带走向合规，就像当年的智能手机把互联网带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口袋一样，今天的 DeFi 也正以类似的速度悄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用大约15分钟的时间带你搞清楚什么是 DeFi， 它有哪些赚钱的机会，风险有哪些，怎么才能够快速又安全的参与。但在开始之前，先声明一下，本期视频不提供任何的投资建议，只为信息分享和学习参考。要理解 DeFi 呢，先得搞清楚它要取代的是什么，也就是传统的中心化金融 Centralized Finance， 简称 CeFi。当我们谈到金融，其实说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人和人之间怎么流转和管理钱，像存钱、借钱、支付、投资，这些都属于金融活动。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句话，把钱从一个人那里安全、高效、可控的转到另外一个人手上。但在过去的几十年，这套系统几乎被中心化的机构垄断了。银行、券商、支付平台、清算机构，他们控制着流程、费用还有规则，甚至你的资金的出入权。举个例子，你想给国外的朋友转账1000美元，流程呢大概是这个样子：打开手机银行，选择国际汇款，填上对方的姓名、银行账号、SWIFT 的代码，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。接下来呢，你会经历第一，先被本地银行扣一笔1/1000的汇款手续费；第二，中间还有清算银行再扣一次费用，钱在多个机构之间转来转去，至少要2到3天才能到账。一旦信息有误，比如说名字拼错了，汇款还会被退回来重新处理，金额稍微大一点还要提交材料接受审查，最终你的朋友收到1000美元，你呢却多花了45美元的手续费。总结一下，你交了钱，你等了时间，你还得承担大量的看不见的信任成本，整条路径你根本无法控制。而 DeFi 的出现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切。 DeFi 全称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， 去中心化金融。它不依赖银行或者是中介运行，而是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，直接在网络上运行。简单来说，它让你可以不经过中介，直接和全球的任何人进行金融交易，不用信任银行，也不用经过审批或授权。同样的例子，比如说你要转账，打开加密钱包，选择 USDT 或 USDC， 输入你朋友的钱包地址，点击发送，然后会发生什么呢？资金通过区块链直接点对点的传过去，没有银行，没有中间人，也不需要身份验证，手续费低到几毛钱，有些网络甚至是几分钱或者是0，几分钟之内到账，对方马上就能用，整个过程公开、可查、可验证。你们谁也不用信任谁，只需要信任代码和数学。这就是中本聪在《比特币白皮书》里描绘的目标，一个点对点的不受控制的电子现金系统。刚才呢，我们讲了转账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更关键的一块，投资。很多人都希望钱能够动起来，能有更好的收益，
但现实是，大多数的普通人的投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，你能接触到的大概只有这么几类：本地的股市、ETF 基金、银行的理财产品，或者是结构性的存款，第三方平台上的高收益的定期或者是保险产品。你想买海外的资产，你得开户、换汇、转账，一堆的手续。想投美债、一级市场、对冲基金，对不起，那是高净值客户的专属俱乐部。而且这些渠道的背后问题也不少，中介机构层层抽佣，包括手续费、交易费、管理费，平台控制你的资金，你只是名义上的持有者，各种监管限制资金的进出，有时候甚至提现都非常困难。黑箱的操作，你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儿，谁在替你做决策。简单来说，你以为是在投资，其实是在把钱给交了出去，让别人替你决定。 DeFi 呢，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，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边，没有中介，没有审批，没有门槛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没有银行，没有券商，那是谁在提供这些金融服务呢？答案是智能合约加上区块链网络，金融规则被写进了代码，并部署在了区块链上，公开透明，无法篡改，没有人为的操作空间，平台不再保管你的资产，你和协议之间是点对点的自动执行的关系。这意味着你不只是存钱，而是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资产命运。这个时候，你不再需要银行给你发放的银行卡或者券商给你的卡，你只需要3样东西：第一是加密钱包，比如说 MetaMask；第二是一些稳定币，像 USDT、USDC；第三，连接到 DeFi 的平台，比如说 Ivy、Compound、Curve、Ondo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把稳定币借出去，赚取4%到8%的年化利息，提供流动性，赚手续费或者是做事奖励，用加密资产做抵押，生成链上的美债、黄金、标普500指数等合成资产，用保险协议来保障本金，还能搭配自动化的策略，实现复利增长。那 DeFi 到底比传统的方式强在哪儿了呢？我总结了4个核心的优势。第一是收益更高，利率灵活，银行的储蓄利率只有 0.5% 到 1%， 而像 Ivy、Compound 这样的 DeFi 借贷平台经常会给你 4% 到 8% 的年化，而且这些利率根据供需实时的调整，效率更高，机会也更多。第二是资金完全归你自己掌控，在传统的平台上，资产可以被冻结，甚至被清零，但在 DeFi 的世界里边，你的私钥就是你的银行，资产归你所有，协议动不了你的钱。第三是产品的组合丰富，想交易有 Uniswap、PancakeSwap、Curve， 想对冲有 Synthetix 支持合成资产和杠杆，想保障本金有 Nexus Mature、InsureEgg 提供链上的保险，想自动复投，整合多个协议就能打造一个链上的赚钱机器。简单来说，你的一个钱包就能构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迷你对冲基金。第四是全球化，无国界限制，无论你在香港、台湾、日本、阿根廷，还是在尼日利亚，只要你有网络，你有钱包，就能参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资产流动。对许多身处高通胀国家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拥有真正公平的金融入口。当然 DeFi 很自由，很开放，但自由的代价是风险。在这个没有客服也没有监管兜底的世界里边，你做的每一个操作都是用真金白银在实战。那问题是 DeFi 到底有哪些坑，又该怎么避免呢？我帮你整理了2类最常见的风险，再加上3条避坑铁则，作为你进入 DeFi 世界的新手生存指南。第一个风险其实最常见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你可能看到一个币上线交易所，包装的特别专业，但本质上它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气币。根据 Alt Index 的数据，超过 96% 的加密货币
市值不到$1，交易深度极低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大多数项目不是在融资，而是在收割。你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其实是在给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捐款。怎么避免？很简单，记住3点：只投主流公链上的项目，比如 Ethereum、Solana、Avalanche。2是看项目数据，优先选择 TVL 超过5000万、排名前200的协议。最重要的，不要孤注一掷，分散投资才能活得长久。风险2是项目方拉盘跑路。第2种风险是最让人心痛的，项目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结果呢，最后卷钱跑路。这个在圈内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做 rug pull， 意思是抽地毯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块地毯上，项目方突然冷不丁的把地毯猛地一抽，你毫无准备，直接就摔了个大跟头。这个就是 rug pull。你还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提前设计好的圈套。比如说曾经的 Compounder Finance， 一开始包装的非常专业，界面高端，功能丰富，但背后却在智能合约里面偷偷藏了后门代码。最后他们一夜之间卷走了超过$1000万的用户资产。这不是技术的漏洞，而是彻头彻尾的诈骗。那怎么防这类被割呢？注意3件事：有没有锁仓机制，有没有第三方的代码审计，项目是否透明。对匿名的团队要特别的小心，能不碰就不碰。优先选择上线2年以上，经历过熊市的协议，抗压过的才靠谱。再送你3条实用的经验，避免被割。只投自己看得懂的项目，看不懂白皮书千万不要碰。逐步试水，小额测试，一开始千万不要 all in。观察社区和代码的活跃度，没有更新，没人讨论的项目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希望。最后一句提醒，在 DeFi 的世界里，没有客服热线，没有监管托底，你就是自己资产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所以在享受自由之前，先学会自保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技术听起来都挺厉害的，但我到底该怎么开始呢？这一步确实是让很多人头疼的。我最初开始接触的时候，也是有点一脸懵，钱包怎么创建，币怎么买，选择哪个平台，平台怎么连，一窍不通。但现在呢，你不用一个人去摸索了。我之前呢，专门做过几期教学视频，已经整理到了加密星球入门课这个播放列表里边，内容都是一步一步讲解的，包括怎么创建自己的加密钱包，怎么买到第一个 USDT， 加密钱包怎么选。如果你是新手，建议你从这些基础的教程看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推出一个完整的 DeFi 系列，专门讲解一些真正有价值的 DeFi 项目、平台和实操方法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加密星球频道，开启提醒，别错过。当然，入门只是第一步，很多人真正开始用上 DeFi 以后，会发现还是有不少的坑外之坑。比如说以太坊的交易费，也就是 Gas 为什么这么贵，跨链怎么搞得这么麻烦，我想投一点美债、黄金，还得去传统的平台吗？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新手都会碰到。但好消息是 DeFi 生态正在快速的进化，很多痛点正在逐步的被解决。Layer 2方案解决交易费贵、速度慢，大量的 DeFi 的项目已经迁移到了 Layer 2网络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盖在以太坊上的高铁专线，交易被打包处理，统一提交，速度快，费用低，像 Base、Arbitrum、Optimism 这些主流的 Layer 2早已上线主网，用户呢超过1000万， TVL 破100亿。如果你是新手，直接用 Layer 2就对了。当然呢，以太坊也在努力的解决这些问题，2026会有重大的升级。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期专门讲解以太坊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跨链桥解决链与链之间的不互通，很多人呢想从以太坊转资产到 BNB 或者是 Solana， 结果发现流程慢而且又绕，还得上 CEX 中转，非常麻烦。现在有了跨链桥，比如说 Wormhole、Layer 0等，
几步点击就能跨链迁移资产，非常方便。不过也得提醒一下，这类技术仍在发展过程当中，建议只用主流桥控制金额，避免在小众链之间转来转去。第三是合成资产，把真实世界上的资产搬上链，也就是 RWA。不是每个人都想炒币，很多人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链上投黄金、美债、标普500。答案是当然可以。我们之前讲解过一期专门的 RWA 现实资产上链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简单来说 DeFi 已经不只是链上的玩具，它正在变成真正的全球资产管理平台。另外 DeFi 还在进化，但它正在快速的变得更简单、更便宜、更强大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金融变革。如果你还在观望，现在就是了解、参与的最好时机。下一期呢，我们将带你深入的解析当前最值得关注的5个 DeFi 的项目 ：Lido、Ivy、Uniswap、Sky， 也就是 MakerDAO、Compound。我们会讲清楚每个平台适合什么样的用户，如何上手，收益与风险分别是什么，他们的未来发展潜力有多大。好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加密星球频道。想和我们深入的交流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